请赐教。我等你们很久了。 你说他能搞定吗？不知道。比起这个，东君，你可有听过学堂里有这么一号人？学堂偌大，除了师傅以外，还有很多教习，徒子徒孙遍布天下，我也未能一一识得。不过这个人，哼，倒是很有趣。 你看清了吗？这个无作事比以前更厉害了，像是凭空出现一样，摸不清门路。看到你了，上面。诸葛一族的奇门遁甲，我曾有幸见过正儿八经的。不过说实话，像你们北阙的这一旁支，的确是不入流。哎，别躲了，下面挺闷的。末流啊！我心有浩然气，手是君子拳，奇门遁甲。 何处奇，何处遁啊！你到底是谁啊？我说过我叫君玉。诸葛无成，你还真是如你的名字一般一事无成。你为何会知道我的名字？哼！我和诸葛青山喝过酒，和诸葛柳花下过棋，走过诸葛洛的八卦阵，睡过诸葛云真正的鎏金床。你说我为何会知道你的名字？ 小师弟，现在我想使用一套剑法，可手上空空如也，缺了一柄好剑啊！什么？小师弟？你入门的时候难道没有拜过我的画像吗？倒是没有。这个老混蛋师傅竟然忘了！啊，算了，不和他计较了。我就是你们这一代的学堂大师兄。大师兄？你没搞错吧？不信。 打过你就信了。不过这倒是师傅留下来的规矩。剑为何名？名剑山庄仙宫品剑，不染尘。剑不染尘，名字妙哉，配我的剑法。敢问师兄剑法为何名？君子剑。 还真是位妙人。是啊，我们学堂的人不都是这样吗？哦，臭屁！自在，天下无双。君子有9思：视思明，听思聪，色思温，貌思恭，
严思忠。血，血，血！这是血魔功，北阙禁术。仵作使居然偷偷练了这个邪功。来呀，杀了我！这就是你的君子剑，太慢了。君子之仪，着实不雅。邪人握剑，何不染尘？君子怒则诸侯惧，君子隐则天下安。你呀，着实惹怒了一个君子。去死吧！我是学堂大师兄，是这天下间最接近先生的人。仵作使死了。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9万里。一个人怎么可以胸有如此豪情万丈，文笔却又如此秀美如画？师傅啊，我真想去会一会你这位诗仙朋友啊。灵魂不曾被熄灭，挥舞起这份热切，其实终于烟雨烈。花开山海，遇见他来将呼唤，风吹云残。可惜呀，倒是有几分能耐，只可惜吓不住我。谁人能明我孤单？嘿呀，许久没有出手了。可我的剑法还是一如既往的冠绝天下。大师兄，你要去哪儿？师傅让我来帮你一程，剩下的路你还是自己走吧。这茫茫人海，还有许多姑娘没有见过我，我得去见她们。此行无终点，他日难相见。二位，珍重了。师兄不是要往北行吗？那千里荒原，万里冰川，不看了吗？等等我，咱们还是同行吧。哎，我说，你们此行一路往北，到底是为何呀？方才师伯遇到了我的妹妹，我们就是追他们而来的。他们带走了我最好的朋友。原来如此啊！刚才那辆马车中有一个人的气息非常微弱，好像是受了很严重的伤一样。哎呀，若是刚才我能拦住那辆马车，是不是此行就可提前结束了？是的。哎呀，为之悔之啊！师兄，你说马车里的人气息很微弱。是啊，与其说是虚弱，倒不如说是快死了。他们不会让叶鼎之死的。这种情况只有2种可能，一种是他们在带走叶鼎之的时候，把他打成了重伤。虽然我与元哥多年未见，
但他的功力绝不可能在我之下，想把他打成重伤，应该不太可能。所以便有可能是第二种。东君，你还记得我们北阙寻找天生五脉之事吗？而叶鼎之就是另一个天生五脉。你是说，云哥已经练了虚念功？可这和虚弱有什么关系？自行修炼自然不会虚弱，怕是叶鼎之被人强行渡功了。强行渡功？北阙魂关中非离，表面上看上去玩世不恭，实则是个武疯子。他以凡体之躯强行修炼了3重虚念功。若是他将这些功力注入到叶鼎之体内，叶鼎之只需在经脉承受极限内，对这3重功力进行锻打，他便能获得非离所修的3重虚念功。奇哉妙哉呀！天下竟有此等可以渡功的武功。瑶儿，自行到天外天还需多久？日夜兼程，17日左右。师兄，拜托你一件事情，接下来的路怕是交由你来赶车了。我继续修炼着虚念功，虽然云哥的3重功力是白给的，但我也绝不能输给他。他练到第3重，那我也要入第3重。包在我身上。有些人虽然讨厌，但却值得敬佩。你是个值得敬佩的对手，虽然你不是什么好人。谬赞了。那么我与先生2人就在这里分出生死吧。这片冰原，没有人能走得出去，它就像是没有尽头一样。狼月福地已经是我们能走到的极限了。在这里，但凡停下了一刻，身体里的血液都会被冻住。你们宗主为何要选择在这样的地方苦修？父亲说，在这样的地方修炼，才能让他时时刻刻记得亡国的痛苦。你父亲的执念可真是够深的。这门怕是有千斤重，光凭蛮力可打不开。父亲为防我们打扰，在门上下了禁制，除了天生五脉之人，以虚念功之力注入，不然石门无法从外面打开。原来如
如此。里面的人根本就不知道我要来，他不打开门出来，可你们却真的很想见他。我是不是就是那把钥匙？罢了，都走到这儿了，有什么可怕的？这虚念功，我是练定了。这狼月福地还真如其名，是个福地。这洞下因有地热暖泉通过，所以即便外面天寒地冻，这方小天地却是温暖如春。方才你说你父亲的那番话，真是胡扯。我也没有真正进入过这狼月福地。想来，父亲是有别的苦衷吧？父亲。父亲，父亲，你竟然怀疑他已经死了？到底多少年没见了？的确很多年没见了。或许他看到我，也不认得了。那现在需要我做什么，才能唤醒他？我不知道。父亲应该是进入了冥想状态。父亲，我是青儿，青儿来看你了。住手！那是你女儿。父亲，我是青儿。青儿，你真的是我的青儿？是。你怕我？我没有。你就是怕我，但是也没有办法，
我现在一只脚已经踏入了虚念宫的第9重。这世上所有的生物，只要见到我，都会有一种无可抗拒而发自内心的恐惧。今天若不是你们来，再等半年，我就可以真正的踏入9重了。啊，父亲，狼渊福地与外隔绝，我们也是担心父亲的情况，才迫不得已擅自闯入师门，惊扰了您的修行。今儿该死！不，你不该死。你是好孩子，因为你给我带来了一件不一样的礼物。礼物？我没想到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之外，居然还有人修炼此功。你年纪轻轻，居然已经到了第4重。4重功力，难道这么短的时间内，叶鼎之竟然又破了1重？今天，只要吸了你的功法，我就可以不用再等，直接破境了。所以你找我来，就是为了这个？这么说来，一切就通了。文君的事，也是你们安排的吧？就算我们不找你们，萧若锦也不会放过你们。不过你放心，易文君，他不会有性命之忧。青儿，你可是喜欢他？儿女情长的事情，真是有些麻烦呢。年轻人，你只要顺从一些，我看在我女儿的面子上，可以留你一条性命。凭什么？就凭你是曾经的北阙国主？曾经，这2个字未免刺耳了点儿。功力还不错嘛，这要是在年轻的时候，我可不一定打得过你。不过现在的你，在我的眼里，就是一只蝼蚁。是吗？虚念宫、流动冥王宫、魔仙剑，3个如此强悍的功力同体，你就不怕断了经脉吗？既然你要打，那我就拼尽全力。昔日有人将毕生功力凝于13剑中，用此13剑踏遍南绝，一剑一高手，让整个南绝为之震动。他就是我师父羽生魔，一剑关尽天下业。师父，这13剑你若在泉下看到，可别说我糟蹋了你的好剑法。简直是受了点小伤吗？看来不是一般的天生五脉，真是后生可畏呀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叶鼎之。叶。我曾经见过一个武功精彩绝艳的叶，他本出自于我们北阙，可到最后，却当了北离的走狗。
他不是走狗，他是顶天立地的大将军，是我的父亲叶宇。什么？叶宇是你的父亲？好，那今天就先到这儿吧。在你临死之前，我让你看看虚念宫最神妙的地方吧。从今以后，我就是天下第一！云哥，别过来！让开！姐姐，父亲，是我是瑶儿。瑶儿，你是我的瑶儿。父亲，停手吧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这么多年你没有见到我，一来你就要阻拦我吗？姐姐，就差一步了。北阙这20年来的筹谋就差这一步了，有可能就因为你此举功亏一篑。姐姐，你3死了。如果不阻止父亲，才是真正的害了他，害了北阙。妹妹，我们不要因为早已坍塌的王座，而去发动一场根本赢不了的、万劫不复的战争。好，你们若是要阻止，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你的话太多了。现在谁也阻止不了，能阻止虚念宫的，只有虚念宫。巧了，我也会这破烂弓。你是谁？你女婿。云哥，我来了。唐军，没想到我闭关不过20年，这世上居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，居然在同一个时代内，同时出现3名虚念宫的修炼者。好，我今天要将你们俩的功力全都笑纳了。做梦！大河之水，天上来！冬至，瑶儿，姐姐，没有用的，这不是我们能阻止的。你们死定了！东军，我已经死过好几次了，不差这一次。云哥，都来！云哥，不要！这样你会死的，你听见没有？还来！既然是天意，既然如此，倒不如把我余下的功力都传给你。岳父，
封城，你疯了吗？云哥，云哥，不要啊，云哥，快停下来，你会没命的。谁在叫我？快停下来，云哥！是同居。云哥，你醒醒，不要被迷惑了心智。云哥，快回来呀，云哥！回不来了。我的家人死了，师父死了，妻子也被带走了。这个世界没给我存下半点善意，那我也决定不再报以善意。百里同居，对不起啊！父亲，父亲！东君。莫一前辈，许久不见了。前辈还是这般的风神俊了。前辈，你说说你，都40好几的人了，还顶着一副17、18岁的皮囊，羞不羞？你怎么不问问你师傅，100好几的人了，顶着个17、18岁的皮囊羞不羞啊？真是个不善良的小孩，难怪武功全废了。前辈不愧是神仙，一眼就看出来了。怎么被废的？伤心事了，不提了。还是年少啊，这有什么值得伤心的？小百里，你练的内功叫什么？秋水诀。秋水时至，百川贯河，径流之大，两寺主崖之间不变牛马。这的确是一门很厉害的内功，但还不够。还请前辈教诲。如仙见秋水，心生感悟，创秋水诀。可这毕竟是他的感悟。你练得再好，用得再熟，也终究逊色如仙几分。再者，秋水时至，百川贯河，这本就不够。随我来。你师傅呢？我师傅出门远游了，不知何时才能回来。这怕是很难再回来。前辈此话怎讲？你师傅去了北面，极北之地。我师傅去做什么？那我来这里又是做什么？前辈，如今我武功尽失，你就别再说这种高深莫测的话了。武功尽失，又不是脑子没了。天外更有天，武之一道，所求无尽，所成亦无尽。越强的人，责任也就越大。北面的冰原，西面的荒漠，东面的无垠大海，南面的万众大山，人间绝境，四方圣人。总有一天，你也会去镇守一方的。我？不过这都是以后的事。越过石碑，你就能看见真正的绝境。天无尽头。以前的人留下来的是“天尽头”3个字，可我觉得，所谓尽头，不过是我们的目光有尽头，而并非真正的尽头。所以我便改成了“天无尽头”。那边就是另一个世界了。去吧。